这个男人扛着小包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胡同里，在七拐八拐，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，拿起钥匙却早已打不开上锁的门，没办法，捡起角落里的棍子硬生生撬开，终于进了门，家里已是空无一人。男人翻翻找找，在一个抽屉里找出了一张照片，那是他去世的母亲。男人名叫全子，人当少年总是满腔热血，这一腔热血要是没利用好，就会变成闯祸的燃料。全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他和好兄弟叉子一起长大。3年前的一天，叉子找到全子，想让他帮个忙，一起教训勾走他马子的小白脸。全子是最讲义气的人，兄弟有求于他，当然是义不容辞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全子一把拦下还在亲热的两人，抓住小白脸就是一顿揍。叉子则过不了美人关，把前女友拖到巷子深处，准备把他办了。小白脸见这情景，死命从全子手下挣扎出来，和叉子扭打起来。谁知叉子掏出腰间的刀，对着小白脸捅过去，鲜血很快染红了锋利的刀刃，就这样把人捅死了。全子也愣住了，他没想到叉子竟然动真格。见血以后，两人慌得一批，拔腿就跑。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最终全子被判了3年多，叉子被判无期，发配到青海劳教。出狱后，全子回到家已经是物是人非，他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。母亲在他坐牢时去世了，但是生活不会给他喘息的机会，全子必须要振作起来，重新开始。他来到银行，取出母亲生前存下的1000块钱，用作暂时的生活费，想去母亲生前工作的工厂找个班上。工厂也因为绩效不好倒闭了。这时他突然想起得去看望下兄弟的家人，带着礼物来到兄弟家。可兄弟的母亲一直觉得是全子把儿子给害了，任凭全子怎么示好，他也是冷着张脸爱答不理，带去的礼物也不收。叉子的弟弟也不认自己的亲兄弟，觉得特别丢人。全子自讨没趣，便很快离开。全子在牢里待了几年，已经快要和社会脱节了，没有什么文化，又没有什么技术。在邻居大妈的操持下，全子拿着母亲生前存下来的钱，做起了小本生意。当时最时髦的板爷，拖着板车干个体户，倒卖各种东西，比如买书。白天他一本正经，眼角都不瞥一下，努力跑业务。晚上呢，同一本书出现在床头，挑灯夜战。看着看着，他就把书蒙在头上，关了灯。懂的都懂，睡觉了。新年快要到了，明年就是全子的本命年，但他此时却是孤身一人。隔壁邻居大妈的女儿小芬从外地回来，带了个读博士的男朋友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全子却只能在昏暗的房间里，透过窗户看着这人间幸福的一幕。鲁迅先生说的没错，人生的悲欢并不相通。小芬和全子同一年出生，本是青梅竹马，从小在一起长大，如今却走上了2种截然不同的人生。全子不由得有些落寞。这时他又听到大妈告诉小芬自己回来的消息，小芬听后便径直走过来。全子不想自己这么狼狈的一幕被他看见，便急忙关了灯，营造出自己不在家的假象。小芬见没人在，便也只能作罢，又说起自己和男友的婚事。男友家里已经在催婚了，大妈也是十分支持，过了年就是小芬本命年，这个时候结婚也好。这些话全子在漆黑的屋内都听得一清二楚。他大口大口地抽着烟，深吸一口气，尽量不发出声响。看到墙上挂着的去世的母亲，全子已经没有人帮他张罗本命年的习俗，没有人关心他的生死。深深的孤独犹如洪水般淹没了全子，和外面响起的烟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全子只能通过写信来暂时排解内心的苦楚。收信的不是别人，就是他还在服刑的好兄弟。男人正在摆摊，一边看着大街上人来人往，一边大口吸烟。一个女人的出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，那翘腿不偏不倚正好摆在他眼前。抬头看去，是一个戴着墨镜、肤白貌美的女人，那脖子白皙修长，性感极了。全子努力控制住自己，但身体却很诚实，眼睛不听话地往女人身上瞟。2个女人看了几眼衣服，没有一个相中的，便手挽着手一起走了。全子像被勾了魂，顺着2人的步子看去，那肥臀一摇一晃的，勾勒出美感的曲线。全子索性不克制了，放肆地看过去。一个客人的到来打断了全子的趣味，全子很不满，客人也出言不逊，2人在大街上吵起来。全子站起身，那人正说得起劲，看到全子的脸，一下变了脸色。原来他是全子的旧时好友刷子。当年全子用一根扫帚把刷子打得满街乱跑，最后跪下求饶才了事。几年后再次相遇，全子爽快地送了件羊毛衫，刷子也不好意思，便提出晚上请客，顺便带全子见见自己的女友。全子也不推脱，他身边确实缺少陪伴。晚上全子如约来到咖啡店，看着刷子和女友打打闹闹，心里也是觉得有趣。这时一个女人站上台，
她叫赵雅秋，是咖啡馆的驻场。虽说是业余歌手，但歌声一响起，还是惊艳了众人，其中就包括心不在焉的全子。人们吹着口哨，故意调戏雅秋，把这个清纯羞涩的女孩吓得不轻，但还是坚持唱歌。台下的全子看着台上唱歌的雅秋，不知为何，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小时候的画面。雅秋唱歌结束后，所有人等在门口起哄，她需要有人陪伴才能回家。正好全子没事，就顺路当了回护花使者。两人一起走过小巷子，说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话。刚开始全子骑着车子，随后下来推着车子走，最后骑车带妹子走，一段美好的感情即将上演。此后每天全子都准时出现，送雅秋回家。直到有一天，雅秋没再去咖啡馆唱歌，听说是去参加文艺演出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雅秋又回来了，但这次由单人演唱变成了双人演唱。化着不浓不淡的妆，遇到男人搭讪也不再是唯唯诺诺，而是自信大方的自然应对。他告诉全子，以后不用他送了，有别的人会送他。说完便扬长而去。全子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难免有些落寞。不久以后，刷子找到全子诉苦，说他女朋友非要一台录音机，不然不结婚。全子是个讲义气的，他二话不说拿出一把钱给刷子救急。结果这天，全子就在路上遇到在卖岛国片的刷子，两人一顿吃喝，一番谈话下来，全子就知道这个刷子不对劲。刷子见瞒不住了，便说了实话，原来他和女友早就分手了，全子给他的钱也被拿去输光了。全子一听到这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揪起刷子就要揍。刷子情急之下戳中了全子的痛处，他告诉全子，雅秋早就和咖啡馆的经理勾搭上了，还是个有妇之夫。听到这，全子五味杂陈，不知他为啥会喜欢这种人渣。刷子说他喜欢有钱的人渣，即便感到痛苦也不愿分手。果不其然，他找到了雅秋，想当面劝劝。此时的雅秋也不再是当初那个清纯的模样，就连演出服也换成了抹胸，脸上抹着胭脂脂粉，和客人谈笑风生，毫无压力。全子默默地看着雅秋，逮到机会好心去劝说，却被讥笑为老古董。全子也是郁闷得很，他一心追求爱情，可是这个小歌星却愿意跟着渣男混，只因为渣男有钱。刷子嘲笑全子有机会却不强办了，养大了转手送别人，就是个大傻帽。全子转身就是一拳。全子的处事原则简单粗暴，爱恨分明，但他对新时代充满困惑，内心也是充满矛盾。这天，警局里的刘警官找到全子，全子这才知道碴子越狱了。由于全子曾经和他通过信，所以需要配合调查。好不容易调查完，从公安局出来已经是天黑了。半路遇上碴子家的弟弟，弟弟告诉全子，要是找到碴子，就让他去自首。全子不知如何应对，但也不知道碴子现在在哪。这个男人是个板爷，拖着板车倒卖各种成人用品。白天他不屑一顾，把顾客退回来的内裤直接扔掉。晚上他又开始了自己的研究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内裤要做成透明的。这天全子正在屋里睡觉，房顶突然传来动静，他开了灯看去，一双脚伸下来。全子一看，这不是自己那越狱的兄弟碴子吗？碴子大口吃着全子准备的食物，像个饿死鬼似的。他自从越狱以来，在内蒙打了2个月的草，又在张家口打了几天小工，一见人就害怕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只能来投奔全子。全子劝碴子自首，他怎么也不肯。全子听了也没有再说话，他实在是不忍心看到好友落得这个下场。临睡前，全子再次提出要带碴子去自首，碴子还是那个态度，并表示要让他自首，还不如直接把他的脑袋切下来送过去。全子听了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能先照顾着碴子。第二天，全子跑到超市给碴子买了一大袋吃的。此时碴子已经打算好要出发去昆明，也不求全子帮他多大忙，只要有个车票钱就行。全子心里不是滋味，要不帮那他也不忍心让兄弟受罪，要是帮了那自己又落得个包庇罪。心烦意乱的全子独自出门，在河边划了一天的船，直到把自己划到精疲力尽才肯回家。还没到家的全子就听见隔壁的罗大妈在一个劲地敲自己家门，这可把全子吓坏了。原来是小芬临盆，情况火急，全子二话不说就蹬着3轮把小芬送到医院。回到家时，碴子已经走了，只留下一封道别信。看着信，全子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碴子走后，全子决定不再怂下去，像堂吉诃德一样做了件傻事，还觉得自己勇敢聪明。他找到拐走雅秋的渣男，把这个渣男狠狠地揍了一顿。雅秋还在咖啡馆里唱歌，他的排场越来越大，现在唱歌还有人伴舞。看到全子，雅秋还是那副意气风发的模样。自从跟着渣男去了广州后，这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见了不少世面，这让她对渣男产生了崇拜的感情。
尽管全子提醒雅秋，渣男有老婆孩子，雅秋也毫不在意。两人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很快就没了话。全子拿出准备好的项链送给雅秋，雅秋虽然惊喜，却表示自己除了鲜花什么都不会收。全子的笑容有些难看和苦涩。与雅秋道别后，全子随便上了一辆出租车，他不知道要去哪里，只是漫无目的的漂泊。在这样的时间里，能让全子有时间流泪，黑夜和墨镜是他最后的倔强。眼泪擦干后，全子还是下了车，路过一个戏台正在演出，演员十分卖力，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。全子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，但是为了合群，他也跟着勉强笑了几声。这一笑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，人们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全子。全子知道自己是融不进去，便又退出人群，独自来到黑暗的角落抽烟，却被两个混混抢劫。他不认输，反击几拳，被痛揍的混混不服，一个冲刺扎进全子怀里，捅了他一刀。那两人见血了，便赶忙逃跑。全子强忍着疼痛走回家，逆着欢乐的人潮，从黑暗的公园林间走进光明的庙会集市。他还想去看看热闹，想努力的开心起来，哪怕没有妈妈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爱的人，曲终人散，他的生命力也在枯竭，最终没能熬过自己的本命年。他难过的走到庙会的舞台前，这里只剩他一个。清场的师傅说表演结束了，让他走。灯光熄灭，喧嚣沉寂，黑暗中只传来低声的调侃：你刚跟谁说话呢？谁知道呢？不是醉鬼就是神经病。时代的洪流中，有多少像全子一样的人？他们孤独、迂直，始终没有办法融入社会，最终倒在回家的路上。